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光明本来没有罪，但当它照到黑暗的时候，它便有了罪。今年的春节随着病毒的蔓延，让整个社会都揪着心。而在这场紧张的救援活动中，韩红老师和他的慈善基金会因为其透明化的公开管理，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好评和信任。默默做了20年慈善的他，也因为这次慈善捐助而被众人捧上了神坛。毕竟在这样的特殊时期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、这样的故事来为我们驱散内心的阴霾。并且在此之后的短短几十天的时间里，韩红慈善基金会一下子就收到了接近3亿元的慈善捐款。但是在广大热心市民向韩红基金会捐赠善款的时候，我们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：树大招风，风撼树，人为民高，民丧人。在收到这笔善款后没多久，韩红的基金会就因为善款数额实在过于庞大，暂停了募捐。针对募捐的突然暂停，当时有人猜测到，暂停的如此突然，是不是韩红的基金会出了什么事啊？是的，的确出事了。韩红基金会又一次被举报了，而且这次还是实名举报。做了20年公益的韩红又一次步入危险的处境。今天小编就再来和大家说说，这位一直被人说成虚伪、骗子、做作的韩红，在这次事件里究竟又做错了什么。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，还请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，点赞是对小编的最大支持，谢谢大家。2月13号，一位拥有几十万粉丝的微博大 V 司马三季在网上公开实名举报北京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，洋洋洒洒几千字的内容，每一个字似乎都在说韩红有问题。紧接着第2天，该博主更是晒出了与北京市民政局的私信聊天记录。随着举报一出，顿时引起轩然大波，一时间韩红再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之处。有些人选择一如既往继续相信韩红老师，而有些人却因为韩红老师没有第一时间站出来反驳，而反过来去信了司马三季的言论，说韩红只不过是在作秀罢了。这倒是让小编想起了电视剧《琅琊榜》里的一个情节。太子的私炮坊爆炸，周围死伤无数，靖王第一时间带着士兵赶到现场，帮助那些因爆炸受难的民众。可是最后太子却反咬一口靖王，说他私自调兵，没有向上头报备，不合规矩。靖王在大局上做错了吗？当然没有。太子迁怒于他，不过是因为利益不同，鸡蛋里面挑骨头罢了，真的有失分寸。而针对韩红的这次举报时间，不也是如此吗？小编看着举报内容里面列出的几点问题，还真的有点意思。小编就挑其中2点说说吧。第一，自2012年成立基金会以来都没有公布年度工作报告，但是当你进入韩红慈善基金会的主页，在信息披露里，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近年来的所有年度报告。第2点，司马三季称韩红这么多年来设立了很多公益慈善项目，但是都没有向社会公示项目具体的实施情况。但是事实上呢，韩红老师每天都会在微博上公布基金会的工作进展，基金会也几乎每天都会向外界公开捐赠物资的明细和情况。到目前为止，韩红还没有回应，但是这样的没有回应却被一些人解读为了做贼心虚。但是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想过，不回应也有可能是不屑于回应，或者是人家正在忙着做实事儿，没时间搭理你呢。而当大家还在猜疑的时候，韩红慈善基金会捐赠的一批救护车却已经到达了雷神山医院。如果说这样实实在在做事都不算向外界公开，那么小编想问一句，究竟还要怎么做才算公开呢？尽管这些赤裸裸的证据摆在眼前，但还是有人继续说三道四。比起举报，小编觉得更让人寒心的其实是人心。就凭一些造谣污蔑之人的几句话、几段文章，居然能够把一个人之前的所有付出全部否定。请问那些捕风捉影的人，你们真的了解韩红吗？如果说要选一个最虚伪的人，那小编一定选韩红，因为他总是和大家背道而驰。在全社会质疑中国某机构的能力时，他却可以做到透明公开。
在病毒爆发一开始，他便开始召集圈内的好友一起募捐，并且每天在网上更新名单。1月25号，封城后的武汉面临着物资紧缺的难题，但是就在这个时候，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的第一批物资已经抵达了武汉，第二批支援物资今晚发车。就是这么简简单单的一句话，却安了多少人的心。当时还有人质疑，怎么可能这么快？但是很快这些人就被打了脸，有网友直接晒出了已经收到的物资。有人说，看到韩红老师每天更新微博，我就安心了，因为每天韩红的微博都会转发基金会的工作进度，让大家知道物资到了哪里。这不是1天2天的热度，而是每天的坚持。除了这些，他甚至还亲力亲为，亲自驱车13个小时运送物资前往目的地。但是长时间高效率连轴的工作，最终还是让这位铁人病倒了。但即使在病床上，他还在挂念病躯的人。所有的捐赠一定要到位，这就是你们眼中虚伪的人，虚伪到为了慈善事业把自己累到病倒。除了虚伪外，韩红还是一个做作的人。曾经看到一段很有趣的话，大概内容是说，每次排韩红慈善基金会第一辆车坐的都是韩红，生怕别人不知道是她嘛。这事儿又得从2010年8月7号说起。那天凶猛的泥石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甘肃舟曲，韩红和他的团队带着救援物资火速奔赴舟曲，但是在途中发生了交通意外。韩红乘坐的车辆从山壁到护栏连续撞击反弹，最终翻出去10几米。当时车辆损坏的极其严重，现在想起来后背还是会出阵阵虚汗。所以从那以后，韩红坐车队守车就成了一个无声的规则。她不是在炫耀自己，而是在守护更多的人。灾难来了，我先扛。这就是你们眼中做作的人，做作到心怀热忱默默付出的人。除此之外，韩红还是娱乐圈最会骗人的人，她骗了我们太多太多。其中之一就是她向我们隐瞒了她有孩子这件事，只不过韩红的孩子和我们的不太一样，全是她收养的。1999年，贵州某风景区发生了一件事故，一对夫妻为了保护刚满2岁的孩子，牺牲了自己。从此，这个年幼的孩子变成了孤儿。韩红在得知这个消息后，当即决定收养这个可怜的孩子。她为了给孩子足够的爱，收养他的那天起，她就决定不再要孩子。可是韩红又一次骗了我们。时至今日，韩红收养的孩子已经快近300余名，她是这些孤儿共同的妈妈。因为韩红从小跟奶奶一起生活，父母给予她的关爱很少很少，所以她知道父母的爱对于孩子来说有多么的重要，所以她把自己没有得到的爱都给了那些孤儿。这就是你们眼中的骗子，她骗了所有人，唯有将真心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就是这样一个虚伪做作的骗子，却被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举报。对于这次的举报事件，演员袁立说过这么一句话：只有做过才知道，公益物资的落实是很难的，因为公益组织还要应对所有的年底检查，这其中要面对的种种困难，我们不得而知。但即使在很艰难的情况下，韩红还坚持了这么久。不说别的，就这一点，小编很是敬佩。明知是陷阱，是虎狼之穴，可是仍然要去。利弊得失如此明显，却仍然要去抢。如此愚蠢却又如此有胆魄的人，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了。这样的人真的很蠢很笨，因为他们明明可以置身事外，明明可以过平凡宁静的生活，但是却非要把自己置于舆论的风口浪尖。但是就像韩红说的那样，很多人说阿甘笨，但是笨有笨的作为。我不是超人，救不了全世界，但我愿做中国的阿甘。若没有像他这样的人，我们看不到很多真相，我们可能也听不到很多真话。所以在你说他虚伪做作的时候，先睁大眼睛看一看他做了些什么，他又做了些什么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讲到这里了。郭沫若在《郑成功》里写过这样一段话：
他们里面的坏人的确是天地间最坏的东西，背信弃义、杀人放火、横抢武夺、卑鄙龌龊，什么都干得出来。有些人作恶的手段不是从自己身上找原因，而总是用道德凌驾于别人之上。别人是团火，他就不停往里面丢沙子，直到扑灭这团火；别人是面镜子，他就不停地抡起锤子，直到敲碎它。因为火能驱赶他内心的黑暗，镜子能照出他内心的丑陋，而他却只愿待在内心那个漆黑狭小的房间里，坐井观天。有人曾问余光中，李敖天天找你茬，你从不回应，这是为什么？余光中沉吟片刻答：天天骂我，说明他生活不能没有我，而我不搭理，证明我的生活可以没有他。小编想说，那些跳梁小丑们跳得再高，不也是一个小丑吗？世态可以炎凉，做人不要丢掉善良。世界可以混乱，内心不可以肮脏。期待大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感悟，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